本视频不适合老炮观看，我只是希望能给大家捋清楚轨道锯的作用，看看跟你想象中的轨道锯是否能对得上，又或者建立这个工具的认知，看看能否匹配自己的需求。我觉得每个人的阶段条件都不同，我做这些内容是想尽量把高价的东西摸透，看看能不能找到它所谓贵有贵的道理，接着把道理表达出来，方便每个 DIY 爱好者在当下阶段做出合理的选择。一上来就哭喊这贵那贵的，这麻烦那麻烦的，要么就不是 DIY 爱好者，要么就不愿意动脑子琢磨把贵的原理用在自己的设备上。即便我给设备做了争议，也需要明白某个东西为什么相对贵，为什么相对便宜，这些差距影响了使用体验还是制作结果，差距在哪？等自己到了什么阶段就得更换，更换的时候该怎么去下刀子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我相信这样做会更有趣，因为进步不仅要体现在工具，还要体现在制作结果，更要体现在思维方式嘛。我后续的改进方案基本会用 3D 打印来解决，对于本身就拥有 3D 打印机的朋友来说，属于是节约成本的方案。我在 MakerWorld 开源的那堆玩意，你要是都能用上，千把来2000块的打印机立马值回票价。那么进入正题，轨道锯的基本素养：一、锯切后的截面垂直且光滑；二、锯路超长且笔直不加料；三、下压结构可靠且精准；四、灰尘收集率极高。我认为这4点基本素养决定了轨道锯的价格，能同时满足就最好，差点意思的话也不是不能用。除此之外，同个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大概就是锂电比插电贵，锯片越大越贵，款式越新越贵。我以费斯多举例，目前国行提供的型号分别是 TS55、TSC55、TS60， 其中 TSC 代表它是锂电款，数字55或60代表最大的切割深度是多少毫米，所以最便宜的是 TS55。我目前手上使用的是 TSC55， 它的噪音相对小，而且没有冷启动那一下的卡弹声。我能带着锂电的机器去板材市场开板，再运回来做精细处理，因为以后我这个地方就没空间开整板了。轨道锯到手后要进行初步的调试，说白了就是落实它的前3点基本素养。断开电源，把轨道锯放在轨道上，调节松紧旋钮，先拧紧到无法推动轨道锯，再一点点松开，直至轨道锯可以顺利推动。我的标准是宁愿稍有阻力，也不要有任何虚位。把轨道锯放到桌面边缘，拔开 fix 扳手，把下压限位块调到最低，下压轨道锯直到听见咔嗒一声，就能看见锯片的型号。一般附带的锯片是红色或者黄色的，黄色切割实木，红色切割多层板。你还可以另外购买蓝色锯片，用来切割铝材或塑料。我的轨道就是用蓝色锯片切开的，特别完美。我曾经的 TS55 和现在的 TSC55 都是附带红色的锯片。经过1年的频繁切割海洋板之后我认为瑞无敌这个品牌的锯片或许会更好一点，声音更小，切面更光滑，锋利保持度也相对好，价格还便宜一些，离谱吧？当然，如果你是 TS60 的用户，似乎很难在这个品牌里找到合适的锯片尺寸，所以老老实实用原装锯片就好。当锯片放下来后，就能检查锯片的垂直度。按理说应该是放在轨道上，再压下锯片来检测垂直度的，但由于新轨道的胶条未经使用，会阻挡锯片的下探，所以先这么初步测测就好，基本不会出问题。以后有必要了再放轨道上检查锯片的垂直状态，如果发现不是垂直的，那就看看机身的角度调节部分是否处于归零状态，如果不是，那就归零；如果归零了还不垂直，那就微调到垂直。最后用自带的6角扳手顺时针拧一下锯片中间的螺丝，确保它是紧的，就可以放回6角扳手。注意在合上 fix 扳手的过程中，轨道锯会一下子弹起来，最好是保持压着机身来合上 fix 扳手，再慢慢收力，让轨道锯恢复收锯状态。这么一来，轨道锯的第1点基本素养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第2点基本素养不用我多说，我只提一提这个分料刀，它在 TS55 上是分料刀，但在 TSC55 和 TS60 上是个防止反弹的机构，一旦出现反弹的情况，就能立马断电。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由于费斯多轨道锯还保留这种类似分料刀的小尾巴结构，所以在切长料的过程中能更加稳定，而没有这种结构的轨道锯偶尔会出现内凹的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求证一下。关于第3点基本素养提到的下压结构，不同品牌会有些许差异，它其实不需要过分精准。你好比压一张纸在被切板材的底下，板材切开了，但不破坏这张纸，往往锯片切深1-2毫米，能更好的控制底部爆边现象。主要是这个调节深度的结构有讲究，既要有微调的功能，又要靠谱耐用，不要用着用着就失灵了，没法限制下压深度。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断电下压锯片后再去调节深度限位块，如果需要做弧形的时候，可以这么调好深度，再回退1毫米，重复多切几刀就能实现。至于灰尘收集率的基本素养，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看，反正对于我这种居家 DIY 的人来说是首要考虑的。光靠机器的被动集成还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必须要连上吸尘器，还要做好侧面的阻挡，尽量形成完整的风道。以前我是用这个 3D 打印的去挡住中间这个洞，自从听小脑龙说官方的挡板更牛逼，就回不去了，它能兼容55和60。有朋友可能会问，装了挡板之后，这个绿色的防爆边块岂不是装不了了？是的，但我认为防爆边块在你多切几回不同厚度的板材之后它也不灵了，纯粹充当集成系统
统中的一员而已。它相较于挡板来说，没法形成良好的集成风道，所以不能完全收集侧面的灰尘。说到这，我顺便分享个防爆边的技巧吧。或许你知道，预先切1-2毫米能防爆边，但方向不要搞错，是逆着拉回来1-2毫米。那注意了各位，仅限1-2毫米才能逆着拉回来，多了会悲剧。而且这个做法会产生大量的灰尘，因为它是一直在前端喷灰的状态。但是防爆边效果是绝美的。如果遇到一些重要的工况，我偶尔会这么操作。看到这的朋友，恭喜你，已初步设置好轨道距了。或许你会觉得繁琐，但我不敢确定这些前置细节你是否完全知晓。我总结出来是防止哪天忘了，方便自己查阅。知道这4个基本素养，还能作为标准去优化别的机器。好比这个进口的牧田18伏迷你电源锯，它不便宜，但切口很好，噪音很小，轻便小巧，是报复仇家，不对，是随时打1炮的好帮手。你们常看的木工仙人很爱用它，我就给它打印了个底座，能零虚位的适配费索轨道，用着特别爽。但就是集成还需要优化，目前仅达到了前2点的基本素养，主要是没太多时间去搞它，就先告一段落。OK， 接下来就能铺上轨道，对胶条进行首次切割了，无需刻意单独切掉胶条，我是用到哪切到哪，顶多把吊儿郎当的部分剪掉。如果说轨道锯的基本素养可以在别的机器上补齐，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取舍，但切割的精度就很难平替了。在直来直往的沿线切割中，我总结了自认为影响轨道锯切割精度的5个关键点，分享给各位，以确保各位在家 DIY 的每一刀都尽量精准。1. 尺子是否精确或垂直。2. 划线铅笔是否好用。3. 截断木纹的毛边是否及时去除。4. 轨道胶条是否可信。5. 轨道底下的板材是否稳定。结论说在前面，能控制好上述5个关键点，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是完美的。很麻烦对吧？我也觉得麻烦。与其囫囵吞枣的赶工而做出参差不齐的东西所带来的挫败感和焦虑感，我宁愿选择在追求完美的路上顺带获得释放压力的快感。做得快与慢主要是看人，随着熟练度的增加，速度也会逐渐提高。第一，尺子是否精确或垂直，这个必定是1分钱1分货的，因为加工的过程中存在公差，公差越小，售价就越高。但到了一个程度，就会从设计是否趁手好用、刻度是否清晰易读、外观是否能提供情绪价值、售后是否硬核所产生价格差异。你要是一味的内卷，进入了恶性循环，就谈不上持续性了。那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不存在什么性价比嘛，对吧？我不认为随便弄一把尺子过渡一下就能行的。尺子不准，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这个不准的尺子，所以全是废的。我手上有这么些尺子，梯尺，我特意海淘了啄木鸟的回来跟红队的比一比，红队也有600尺寸的梯尺，我是防止功能重复，所以选了不同的长度，实际用下来精度都已经达到了我满意的标准，但红队的边缘更矮，洞的排布更易于标记和读数。我常用这个浮标功能，一拧一对锁紧，划线便捷。这把梯尺还提供了别的配件，我估计钻套的功能应该不错，但我用不着，所以拆下来了。至于啄木鸟，精度和做工就是第一梯队的，毋庸置疑，但我几乎不用它的洞来划线，一是很难寻找对应的洞，看得眼花；二是洞太深了，铅笔要更加垂直，不然容易断笔芯。我主要拿它来画一些较长的垂直线，又或者检测我的切割是否垂直。那么问题来了，我就不能弄一把红队的600吗？我的选购经历是这样的，据说上一个版本的结构可能会有虚位，我没有实测过，保守起见，我买了个新版的短款，也就是400的，用了大半年没毛病。由于它曾多次出现在我的视频里，所以被告知还有个初创的枫叶太极版本。我个人认为初创的枫叶太极版本特好看。提出这个概念的作者是这位奔跑的辣条子，中国人在加拿大定居吧，应该是枫叶国太极星，也就解释得通了。我联系上了辣条哥，询问他这个结构是否会有虚位，他拍胸脯说绝壁没有。OK， 我承认我心动了，但这个版本之前只在北美市场销售，所以库存都在海外，正好是600的长度，而且是左右供音质混合的，就类似 TSO 平行轨道的标识策略。我打算整3条回来，一是弥补我这个600划线的便捷性，二是当礼物送给好友增进感情。等我到手后再做短视频分享这艺术品般的国人原创梯尺，各位有需要的可以找辣条哥聊聊看。说个题外话，咱们有2个做工特别讲究的品牌，一个是红队，另一个是参悟。他们前几年要靠海外市场才得以穿越经济的低谷期，大家多留意红队和参悟吧。如果能支撑起不错的销量，这2个品牌应该也会逐步重视国内市场，说不定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了。从今往后，大家不怎么需要海淘，也能用上极高质价比的工具了，这是福气来的。小的直角尺我看了不少测评说维塔斯的不错，那我就买了回来，确实足够精细，但我用于小范围的垂直校准，几乎不拿它来画线，所以它不能代替有洞的直角尺，尤其是侧靠着画线的使用场景，也不能代替组合尺调节长度后垂直测量与标记。我认为洞尺的使用频率极高，所以优先考虑。往往复合尺不会那么的垂直，哪怕是第一梯队的 Woodpeckers 和 mitutoyo， 所以尽量短一些。我的选择是 mitutoyo 的复合尺套装，以及单独一把 Woodpeckers 的洞复合尺。至于带动的梯尺选什么长
长度的，我个人认为最好都能拥有，不然有些场景会被卡住，很难受。在精度达标的前提下，性价比最高的当然就是红队了。我打算持有一把400的现款和一把600的枫叶太极初创版，那么就还差一把300左右的趁手的洞洞梯尺。我盯上了 JSM 的大宝剑，再短一点就是这把150的 Woodpeckers 复合尺来兼顾。用于小范围垂直校准的直角尺还得是 Veritas， 平替像是亲和的直角尺，或者无心这把最小的洞洞直角尺凑合用也还行。至于卷尺是询问量较大的，我一直都还是这把 BMI， 测量的时候需要抵住头部，我更愿意相信这种放下就不会乱动的非常见卷尺。当然常规的卷尺我也有，用于勾住一端，快速瞄一眼尺寸，这个就没有太多讲究，刻度正确就行。那么来到第二点，铅笔，我手上的3支铅笔都不适合画线，尤其不适合放在洞洞尺里，要么头大，要么太细，它们都导致笔芯易断。我想着说 0.3 毫米的铅笔用来画线精度或许能更高一些，但发现实在不好用，就还是回归 0.5 的了。这 0.5 用于 DIY 画线属于是笔芯坚挺和追求精度的取舍后取得的平衡，所以理论上来说，沿线切割的误差只能控制在 0.5 毫米以内。关于笔芯易断这个问题，尺子过厚、洞过深会有些许责任，但主要还是铅笔不好用。我哥们看我可怜，送了我一支 0.5 的 MUJI 铅笔，才发现自己的施德楼也不过如此。这 MUJI 的笔芯从没断过。我为什么不说无印？因为无印有冒牌，你们能看懂就行，不是我要装逼。第3点属于是养成好习惯，画好线就能把胶条正常的轨道对齐切割，有 50% 的概率会遇到横截的情况，前期还好，胶条用久了多少会出现瑕疵，所以横截多少会有些许毛边，以及切口尽头会有倒刺。我建议跟手就把这2处毛刺处理掉，用个500目的砂纸块平着竖着蹭2下就好，千万别45度去蹭，不然会影响测量。当这些毛边去除后，它才能消除板子跟靠山之间的缝隙，否则搞半天出现0点几毫米的误差，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原因。第4点是新手常遇到的误区，我以前会以胶条为起点，向右测量所需尺寸，这除了需要扣除锯片的厚度之外，还要承受破烂胶条所带来的误差，大概率会出现对不齐线的情况。即便对齐了，切出来发现铅笔痕迹还存在，说明没能做到沿线切割，误差进一步被放大。所以刚用没多久的胶条还能相信，用久了的胶条就完全不可信。于是我就转战另一边，也就是需要多计算185毫米的轨道宽度。如果是遇到比185毫米还窄的料，以前的我只能是硬着头皮看胶条了，但现在有好几种工具能解决这个难题，我后续再用短视频来分享我的做法给大家，方便快速查阅。最后的第5点就是轨道底下的板材是否稳定。大块一点的板材我就不说了，但小块的料子很容易被锯片带偏，尤其是频繁切割之后，轨道上的海绵条沾满了灰尘，而降低了轨道与板材之间的摩擦力。更烦的就是有些料子窄到连海绵条都够不着，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 1. 给轨道增加一道海绵条； 2. 给轨道使用快速轨道夹； 3. 给切割对象增加前端挡块，注意不要挡到锯路。4. 给切割对象增加吸附在桌面上的力，不论是双面胶还是负压吸盘，这么一通操作下来就可以放心切割了，因为底下的板子绝对稳定，不会被大搞偏了。我巴拉巴拉讲这么一大堆废话，属于是自己的经验总结，换作是1年前刚接触这玩意的我，肯定是说不出来的，也没人告诉我这些废话，所以各位听了就当做是看一遍实操细节的说明书吧，有概念就行，不一定非要完全做到，但我相信它会随着你的轨道锯使用时长越发明确且熟练，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帮助。记得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注意安全。如果你的 DIY 空间有限，想充分利用轨道锯来代替台锯写些锯的某些功能，那么请移步到我的这条视频，或许能找到答案。有任何疑问请关注我，我会回答你的评论，谢谢。